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變身民間工匠，用土辦法硬抗日寇，票房黑馬震撼大銀幕。走出影院許久，那句兒子，爸爸要投胎做人了，仍如一枚楔子釘在心頭。莫德賢最後的訣別，連同那場土炮對決鋼鐵坦克的荒誕壯烈，在腦海中反覆衝撞，揮之不去。這不是一部讓你輕易得閒的電影，恰恰相反，它用121分鐘的時長，將一種屬於中國平民的混雜着煙火氣與血腥味的堅韌，強行植入觀者的精神世界。在宏大敘事早已成為戰爭片某種默認語法的今天，德賢緊緻的出現，不是為一次冒犯式的創作，他放棄了氣吞山河的正面戰場，將鏡頭死死對準長江畔一個虛構的割址鎮，他疏遠了算無一策的將領英雄，聚焦於一幫逃難的百姓、潰散的散兵游勇，甚至一個神神叨叨的老太爺。影片的氣質，正如其片名，初看充滿了文人式的疏離與雅致，內裡卻澎湃着被逼至絕境後最原始、最熾熱的生命力。它印證了那句話：最磅礴的史詩，往往誕生於最微末的褶皺之中。小切口與大格局，一場退無可退的守家戰。影片的小，是自覺的審美選擇。格局上，它無意再現教科書式的戰役圖譜，只講述割址鎮這個彈丸之的如何從苟安的幻夢中驚醒，被迫捲入一場力量懸殊的生存保衛戰。人物更是小得具體而微，主角莫德賢肖戰是一個從南京屠城陰影中逃出的鉗工，最大的願望不過是憑借手藝讓家人得閒度日。炮長蕭演彭昱暢是一個被大部隊遺忘、內心充滿恐懼與逃避的潰兵。農婦夏承周依然是日復一日操持着灶台與孩子，還有那些嘴碎、計較、怕死又最終血性的村民，他們是歷史洪流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塵埃，影片卻耐心地刻畫他們如何在恐懼中瑟縮，在失去中麻木，又在具體的暴行與具體的親人鮮血前，完成了從活着到為何而活的殘酷覺醒。正是這種極致的小，托舉起了影片震撼人心的大，這大在於手法之巧。藍小龍標誌性的碎嘴子台詞與黑色幽默，並未消解戰爭的殘酷，反而以一種冷峻的詼諧，加倍凸顯了平凡生命面對巨大災難時的荒誕與不屈。當莫德賢用榫卯技藝制作陷阱，用辣椒面制造生化武器，將農耕社會的生存智慧轉化為絕境求生的戰鬥本能時，一種極具中國鄉土特色的飽含痛感的浪漫主義噴薄而出。這大更在於格局之深，影片通過加這一核心意象的層層遞進，將個人命運與國族存亡緊密縫合。淪陷的南京是回不去的故園，暫居的割址鎮是退無可退的防線，而莫德賢用生命守護的妻兒，便是家最具體的形態。守家即是守國，當千萬個如莫德賢一般的家庭選擇以血肉為牆，那個時代的中國為何最終能夠止戈，便有了最樸素也最堅實的答案。演員群像在不正常中尋回人性的正常。藍小龍筆下的人物素以不太正常的鮮活感著稱，此次選角，尤其是肖戰飾演的莫德賢，曾讓不少觀眾捏一把汗。然而，肖戰完成了令人信服的突破。他沒有刻意追求外放的瘋魔，而是將角色的顛三倒四內化為一種戰亂創傷下的應激反應，一種用絮叨的冷笑話和過度專注的工匠活來抵禦巨大恐懼的心理機制。從前期就這樣吧的無奈敷衍，到中期被激發出守護本能後的機敏狠辣，再到最終訣別時用我的骨肉撕了他們的慘烈血性。肖戰的表演層次清晰，情緒轉化自然有力，讓這個兼具市井智慧與犧牲精神的小人物真正立了起來。其他演員同樣貢獻了精準的演出，
彭昱暢將蕭衍從未戰到赴死的湖光詮釋得真實可感，尤其是最後時刻的轉身與犧牲，充滿悲劇力量。周依然的下程是整部電影溫情與堅韌的基石。她護讀時的母性本能與得知丈夫赴死時的瞬間崩潰，極具感染力。老戲骨楊新明飾演的太爺，看似糊塗，口中占了好地方就有人來搶的一語，卻道盡了近代中國百姓流離失所的集體創傷，是畫龍點睛的一筆。尹正飾演的日本兵，以其高度寫實的日語口音和腔調，打破了臉譜化敵寇的窠臼，而村民對其求饒的毫不留情一擊，則乾脆利落地表明了影片對待侵略者的終極態度。孔生與藍小龍，正具底蘊與荒誕靈魂的化學反應。導演孔生與編劇藍小龍，一位以歷史證據的厚重質感見長，一位以解構主義的辛辣筆觸和人文深度著稱。此番合作並非簡單的風格疊加，而是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孔生確保了影片歷史氛圍的扎實與場景細節的真實，使得歌指鎮的世界可信可感。而藍小龍則注入了他標誌性的靈魂，那些在絕境中依然迸發的幽默感，那些對複雜人性毫不避諱的刻畫，以及那種深植於骨髓的家國執念。影片的影像也充滿了隱喻，鎮口牌坊上歌直與武的一體兩面，揭示了和平的願望必須以戰鬥的決心來捍衛。牌坊最終被炮火摧毀，則宣告了桃花源在烽火年代的不復存在。這些精巧的設計，讓影片在講述一個緊張故事的同時，具備了可供咀嚼的文本深度。尤其令人動容的細節，是夏承告訴莫德賢，5歲的兒子學會寫的第一個字是死，一個字千斤重，瞬間將戰爭的殘酷與對一代人童年的剝奪刺入觀眾心房。德賢緊緻如同一件莫德賢親手打造的器物，表面是粗礪的鄉土材料和看似不經意的黑色幽默，內裡卻有着嚴謹的榫卯結構。那是嚴謹的歷史態度，深邃的人文關懷，以及對平民英雄主義最誠摯的禮讚。他不刻意煽情，卻能在莫德賢喊出投胎做人時，讓家國情懷激盪起每個觀者最深層的共鳴。他告訴我們，中國人對德賢安穩的向往有多麼深切，在面對入侵者時，不德賢的血性就有多麼決絕。這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爽片，他的幽默帶着淚，他的熱血透着痛。但正是這份真實與複雜，讓他得以穿透層層的歷史帷幕，觸摸到那段歲月中最普通也最偉大的力量。影片預售與口碑的亮眼表現，或許正預示着市場與觀眾對這樣一種真誠、獨特且富有思考性的戰爭敘事的渴望。這枚由正午陽光精心緊緻的匠心之作，或許真能以他那門小炮，在國產戰爭片的版圖上轟開一扇通往更廣闊敘事可能的大門。要戰，便如此戰，接地氣，有底氣，見血氣。